啥玩意？大哥，你像个这儿呢，你会玩啊？对，可以。别把它吃了。走。啊，明白了。你来给他报仇的啊？他这么老实人，你动他干啥？你看你们这几个人的造型，应该也是江湖儿女，对吧？既然是江湖儿女，就应该知道走江湖的规矩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可这哥们儿，非得要把我吃个啥也不剩，剩个土老酱再赢我，这他妈不找茬呢吗？对吧？是不是你？是那个。来，你坐下。你旗下的臭怪得了谁呀？是不是你打的？是啊，咋的？给他赔不是，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。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，不明白咋回事吗？你看看你后边站着这几个货，都什么德行了，啥造型了？刚才我听着乒乓说你蹦着进来的呀。你说现在我要真给你们打坏了，是吧？你说你们要去报官做那叫什么司法鉴定，我没法解释你们身上哪块伤是我打的呀。他身上这伤我拍下来了啊，他要是再有伤，那就是你打的了。我操，你挺欠儿啊，哥们儿！不是，我是新买的相机用上了，那啥，我这来一张啊，我留个证据。一会儿量你签儿啊。你说你们两个，一个破了头，一个跛了脚，这就是这叫天残地缺是吧？我叫霍东风。是啊。他叫霍东风。大林三峡之首，霍东风。不是你不刚出来吗？1个多月。那你确实是个手子，真的。但是今天咱碰着了，你也刚出来没几天，实话实说，我也活不了几天了。看见了吧？我这肠子呢，跟人干仗打折了很多根儿。到了医院，西医说我活不了了。我们家人呢，就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接的狗肠子。你说，既然我也活不了几天了，你说我还在乎你是谁吗？你再聊一跟你说这话哈，太崩耳了。你长得跟哮天犬似的，你叫唤的真崩耳朵。现在咱们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！你就实话告诉我，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？干仗是吧？那怎么的？就这几个人啊，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。这样我说两句。哦，那个，哎，你要拍他吗？你把那个，你再给来一个，先来一个。留个证据好说，留个证据。你比他更欠儿。不是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谈和，对吧？你摆了这棋局，就是想稳的解决，咱没必要动手了呀，没必要啊。来，咱俩来一把，是吧？你是瞎吗？看不出咋回事了。现在跟棋没关系。再说俩猫掐架，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？滚犊子！大佬，他来了！
我简单总结一下啊，今天咱们应该说打了一场完美的、漂亮的胜仗。对，首先从配合上，以我跟哥为首，没错，哥一脚上去，我马上就上拳，那个狗肠子毫无反抗之力，咔咔2拳，根本就没碰着我们。哎，对，就是狗肠子是吧？啊，长得跟小天犬似的，我都不稀得动它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转头就走了。我哥都不稀得揍他。你不是为了二胖吗？我二为二胖，是啊，我跟你说，二胖他自己他都能解决这问题。你流血了？哟，去医院吧。去医院还去上午那家？上午那家。哎呦，浩哥，小霍就来了。嚯，又来视察了。咋都认识啊？我哥以前每周都来一回，他已经是这儿的大客户了。你没听过那个传说吗？只要是我哥带来治外伤的，一律有提成。哎，慢点，哥。霍儿，可有年头没看到你了，你是去外地了还是进去了？小霍，你说咱俩还是有缘分。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夜班，就是给你做的手术，就在这儿，你还记着不？你可是真有挺劲儿啊！你别说了，我求你了，要我自己来。你现在让我说，我还不说了呢。完事儿了。二胖，给你老舅打双呼。别打，我这就回家了。我不愿意看见他，看见他，我还得犯病。爸，你别生气，都怪我没管理好他。哎，这跟你没关系，我都管了他30多年了，也没管好。他从小就是这样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干啥都没个长性。那也不像最近这么穷折腾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谁到了？姥爷，他看到梦梦同学家里都有夏利，他也想有夏利。你说我老舅那么有本事，凭啥没钱呢？你老舅的问题啊，不是没本事，是本事太多。知子莫若父啊！我断定啊，他这辈子也赚不了多少钱。今天我和我老舅1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，要不是有人捣乱，今天起码能赚800。你是越来越像你老舅了。呐，我没表扬你，我是说你不靠谱，越来越像你老舅了。我觉得我老舅挺好。好不好的，以后看吧。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。他还是先帮帮自己吧。走了。爸，哎，姥爷，我送你。哎，不用。他要是再这么不靠谱啊，你还是回姥爷家吧。姥爷照顾不好你，还照顾不坏你，啊，省了你跟着他，学一身毛病。赶紧呼他。爸，算算，真是奇妙的一天。跟我们混啊，每天都保证你很奇妙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这一天已经很奇妙了，我回家找我老婆去了。哎，给我送回家吧。你回啥家？咱必须唱歌去，喝点。喝啥呀？你这刚缝完针，你出来喝酒啊？那喝酒跟刚缝完针有啥关系？大家都忙活一天了，放松放松。别，你们放松吧，我回家了。你别废话啊！这大半天都为了你，不知道吗？再说，都知道你唱歌好听，就等着听你唱首歌呢。书上说的好，择日不如撞，就这么定了啊！走。要不你先回去？啥意思啊？哎，你这不晃我吗？我想不通。不开快！你刚才给没给你老舅打双呼啊？没有。你给他打一个。
让他回来吧。用不用吓唬吓唬老舅？你就给他留言，说很晚了，该回家了。好。哥，医院真认识那么些人啊？我怎么说也是大客户啊。哎，那以后我们去医院提你好使不？外科肯定好使，别的科不一定。我媳妇儿叫我回去了，哥，我真得走了。不该，你不该往跳来，跳进陷阱能回头的那个戏呀，你不该明知邪路不悔改。二胖和老舅，谢谢你啊，这么多年照顾二胖，现在看我呢，不该，妈不该。你不该听凭命运的安排，不觉得心头欢啊！你不该偏偏跑到绝路上来，就不该呀，是不该，最不该，我还把你承认。我唱完，我就跟你们走。你早日到我身边来，爱情路上有苦也有甜呐，我就盼望早日你的身后来，来。我干的，我认。小胡，虽然是老熟人了，你那出跟谁俩呢？啊？你这跟谁俩呢？啊？还有一个，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，谁信？他们都没动手，谁信？你信真没动手。赶紧的，回所里。还有你们，来，快点，走，赶走，快点，走。拿衣服，快走。动作都快点。不是我呀，别磨叽，快点。这是老舅33年来第一次进看守所，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知所措。吞下。什么事进来的？大家都可以呀，看不出来跟谁打的。有个叫狗肠子，狗肠子，打赢咋输了？算是赢了。你可别吹了，狗肠子也是个炮子，你这熊样你能跟他打？也有一个朋友帮我。谁帮你啊？霍东风，老炮子霍东风啊！啊，大林三峡那个啊。啊，那你朋友啊？走。正常啊，来新人都得先过堂，服水土，是吧？嗯。但我看你呢，挺顺眼，也不招人厌啊。主要你还是霍东风的朋友啊，你就在这儿睡吧啊。你好，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，跟你了解下情况。
你说。崔国明是你们厂的职工吗？对啊，技术部的。平时在厂里有没有什么前科劣迹呀？哎呦，那可太多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现在正停职反省呢。那你说说。比如说呢，哎，经常迟到早退，消极怠工，哎，动辄擅自离岗。还有，上个月刚被我们通报批评。还有没有别的事儿？哎呦，有，那他那个破事儿可太多了。比如说，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，贴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女的。这些在外边不算前科劣迹，他还有没有什么聚众斗殴、偷摸拐骗什么的犯罪行为？哦，那倒没有。不过他也没那个胆儿。行了，大概我们了解了。哎，别，谢谢。别，您先别挂，您跟我说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些钱先欠着吧。厂长，您猜崔国明怎么了？说什么呢？声音大点，这儿他妈又没人。您猜崔国明怎么了？喊什么喊？天天猜的，我又不是猜谜选手。是，不是？什么事？快说答案。崔国明啊，被抓了，被公安局因为什么被抓了？办什么坏事了他？你呀，听我慢慢道来。昨天早上，他带着个胖小子去公园摆象棋摊儿，然后呢，跟个流氓打了起来，他打输了，然后呢，他去了医院。您猜怎么着？不猜，咱不猜。他把霍东风找来了，这不但有霍东风呢，还有好几个小流氓。哎，他们就开着他们那个破面包车在那儿转呐转呐，最后转进派出所了。没有，他们呢，就来到了一家烧烤店，找到了那个流氓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。哎，警察来了，然后他们一溜烟全跑了。您猜他们又干啥去了？不猜，咱不猜，他们又去了 KTV。警察在 KTV 门口呢，又发现了他们的破面包车，然后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。然后呢？在看守所呢。刚才刚跟我核实完他在咱们厂的情况。他是真能折腾啊！汇报完了吗？完了。出去。那您忙。还出去。哎。现在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，确实，这是没有办法。咱们厂子呢这几年效益不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厂子又有几万人，很多呢都是为咱们厂子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、老员工。让谁下岗，不让谁下岗，我想咱们肯定得有个说法。我的建议，首先，就不认真工作的，啊。其次就是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差的。再次，就非重要岗位上的，啊，这些冗员，啊，大家也说说意见。好，应该这样，让谁下岗，不让谁下岗，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。嗯，是。对于这些下岗的同事，我们还有买断工龄的方案。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究竟谁下岗，咱们民主决定。杵什么？你他妈抢我馒头，你还有理吗？日妈的！干什么干啥呀？哎呀，单位！
他打我！我谁都敢打呀！因为个打架呀，我以为你专门进来营救我越狱。你可真瞧得起我。哎呀，认识你几十年了，没想到你在号里支棱起来了。行了，人生高光啊！你问他们服不服就完了。我听说你到处跟人吹你真杀人了。他们好忽悠，那不是公检法吹呀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里边有人会因为想立功，就会去告发你。你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证据。律师说的？我说的。最近我在研究法律，我知道你没杀人。我没杀人呐，我有那胆吗？别说杀人了，就警察最近审我，那问我话我都害怕。每次问我就招，问我啥我都认，认完大不了我第二天翻供呗。别自作聪明。听我的，如果没杀人，就别到处吹牛。啊，行，那我坚持坚持。哎，我爹跟我闺女在外边咋样？你说以后这俩人咋整？你放心，有我呢，我会照顾好他们。前段时间啊，我给你找了个律师，不太靠谱。接下来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律师。哪儿找去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徐广明，哎，喊到。到，出来。是。那个谁，霍东风没出来啊？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，这才出来3个月，就3天2头干仗，现在正严打，就他那么多的强科劣技，怕是要劳教。劳教就2、3年啊，那还好，哎，劳教还可以。劳教还好，那你去啊？不是，爸。哎，大健，你上这儿指导工作来了？体验生活，我跟人干架了。打输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啥时候输过？你打赢你还这个凶神？那打输得啥样啊？老惨了，肠子都换成狗的了。吹！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接人啊。你又组织上了？组织啥呀？出台。臭不要脸！你笑啥？说你呢。玩来找我啊？谁玩你呢？可哎呀！来，上菜了。回去。你慢点吃，20多小时能饿成这样呢？我在里边吃的好呢，那警察都认识我，电视上见过我。他们吃啥我吃啥，就差给我酒喝了。那爸，你打算啥时候回厂里上班啊？他不是给我停职了吗？厂长给我穿小鞋，我先等着吧。厂长咋就跟你穿小鞋了？啊？我觉得厂长对你够仁慈了。我要是厂长，早把你开除。也不至于开除吧？怎么不至于啊？你现在是不是想等着厂里请你回去上班？那不然呢？然后就胡混。你都30多岁的人了，都混进看守所了。那霍东风是什么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？爸，这人真不坏。那政府
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？他到劳改多少次了？他在里边的时间比在外边还长，你就跟他混吧你。不混了，不混了，以后躲得远点。我在里边的这20个小时，已经把我的未来给规划好了。你说说。我想考律师。你考律师？哎，你学过1天的法律吗？我学过2天，在霍东风家学的刑法。瞧你挑的这地儿，瞧你找的这老师。哎呦，就是因为我懂法，所以这次进去呢，我才非常快的就出来了。我跟他们掰扯法律，人一看我懂，哎呦，我行，那就出去吧。哦，啊，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？啊，那我真是误会了吧？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。那要这么个情况，咱把钱要回来吧。你都普摸法的，还为什么要交钱呢？是不是？不行，我得去把钱要回来。你干嘛？啊？怎么还上劲儿了呢？你就不懂法，你这2000块钱是必须得交的。那我在里边再跟人聊聊法，我就放出来的会比较顺畅。我是这意思。要钱呢你还？我也好好想了一下，我现在在我的这个职业里边啊，已经进入瓶颈了，我没有办法再上升了，所以索性我换一个职业。哎，爸，抖什么腿？他就是吃饱了，没事。赶紧吃饭，吃完饭回家。你给我拿100块钱。要钱干啥？我买律考的书啊。你真要考啊？当然了，咱俩10几年了，我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太靠谱，但是我的学习能力你是清楚的，对吧？我要想学的东西就一定能学会，并且学好。100块钱多1分我还不要呢。拉倒，1分钱我都不给你。你不给？那我就要求你了。求啊！那贵。哎，给。多少钱？100，你装什么葫芦？大雷在里边啊，挺好的。您放心，没人打他，都挺好的。再一个呢，咱们要相信法律的公正，啊，这真凶啊，早晚得被找着。还有一个，我现在也在学法律，到时候我可以为大雷亲自辩护。您就放心吧，没事没事，叔啊，我不是给了你1000多块钱吗？怎么还吃了这么清汤寡水啊？哎呀啊！叔，有我在，别担心。小雪，不着急，慢点吃。以后想吃了、饿了就来这儿，啊，想点什么点什么。你爸肯定不是杀人犯，他一定会放过你的。你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孩子，我帮你结账，慢慢吃。你记着这小姑娘，以后她来店里吃什么，你就让她吃饱吃好，记我账上就行了。哎，那个，她是你那个哥们儿那姑娘？对，就是你又送腰子又送韭菜的那个。哎呀，这怎么样？现在的？如你所说，又进去了，可惜了。那个啥广告啥的，我没看着采访。这回啊，是涉嫌杀人，不会那么快判，也不会那么快出来。吃完腰子杀的人呢？第2天，跟我那腰子没关系吗？很难说啊，这玩意儿它得消化消化，是吧？差不多就上劲儿了。你这跟我那……哎，咱俩不扯了。但你放心，他绝对不白吃你腰子，他言出必行。这就别打广告了。
元旦表演单人舞蹈啊？去。那必须展示啊！我的天呀，我学了6年舞蹈都不敢表演独舞，你怎么敢的？你哪怕认真学过1天？我老就1天法律没学过，不也要考律师的吗？那我爸考律师，我不用当众表演，你这属于当众现演呀！哎，你这么一抖，脸蛋子上的肉都得颤抖半天的。这样才有节奏，有感染力。算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别跳了？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知道你是我表哥了，你要是真跳了，你让我咋活？你会给我尊严的活。那要不然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。我还没学呢。那你跳什么跳啊？你要相信我的潜力，真逼急了，我什么都做出来。就算把你逼死了，你能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吗？我支持你，二胖。血压逐之低，低下欲沾泥。一朝红日起，依旧与天齐。现在的困境，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。别忘了，你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爬行总冠军。加油！都不要再说话了啊！真是辛苦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能把厂长约出来？嗨，约他吃个饭还不容易的事儿吧？啊，可是你找他干啥呀？哎，就是我那儿子崔国明的事儿。国明啊，哎呦，他可是有名的聪明啊！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小时候学习就好啊！啊，后来他不是上了工大吗？他能有啥事儿啊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太不踏实，成天的想法太多。老厂长在的时候啊，惯着他，宠着他，日子还算好过。这新厂长一来，哪能容下他这样啊？现在已经停职反省了。哦，不过我批评他了，以后他会好好上班。等厂长来了，您多美言几句。咱几十年的朋友了，我肯定尽力。好，哎呦，领导，哎，领导，哎呦，我回来晚了。哎呀，你看您还请我吃饭，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。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，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栽培。哎呀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鼎庆隆的崔总经理，前总经理，我刚退。久闻大名，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坐。好，来，来，坐。你坐，你快坐，你坐，坐。好，你这最近刚上任，肯定挺忙啊。别提了，领导，一脑门的官司，企业呢亏损4年了，啊，上面呢又让我们精简员工，你说刚来就遇到这个得罪人的事儿，可咋干？这下岗都轮到你们厂了？可不是呗，第一家就到我们厂了。我们厂的这个营业额一般，但是职工人数是全市第一呀，几万人，几万人就是几万个家庭啊。你说我一来就让我干这个，反正是不好弄啊。也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呢，把厂子整顿一下。比如说，咱们厂子就有一个刺儿头吧，成天是不好好上班，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，办公室呢弄得也是乌烟瘴气的。你让他听质检查吧，他倒好，到夜总会唱歌去了，而且呢，整天和社会上这些老社会人混一块儿，还打架。对，哎，前2天是不是打架进派出所了？对呀。啊，你说像这样的人，他不下岗谁下岗？对，这种人不下岗啊，难平众怒。哎，这个人好像也姓崔，崔国明啊，对，崔国明啊。我们买断工龄那一天，第一个走的就是他。我们班子呢也统一了个意见，类似于这样的人，谁说情都不好使。他不走谁走？哎，赶紧起热菜。
这人，都请到了是吧？酒呢，都喝成那个份儿啊，你咋就是不让我说呢？我丢不起那个人，咱老哥俩没得说，啊，我不能让你为难呐。你这个人呐，脸皮太薄啊！这酒不是白喝了吗？没有，没白喝，咱哥俩这酒不是下肚了吗？是不是？慢着点啊！季强，天凉了啊，回你那睡去吧。这次啊，正好赶上严打，加上他又是名人，不抓他抓谁？你看像我这样的，拘留15天就放出来了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儿。霍哥跟我说了，说要把这钱给你，养二胖需要钱，拿着。二胖啊，我们养得起，不用这钱。你呀，快让他改善改善。要不是霍哥，我也挣不到这个钱，是不是？你就让他在里边好好的改善伙食啊！你先拿回，真的。其实我们挣的钱也不少，他在里边，我挣的这个钱啊也是他的。对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，我就跟你急眼了，就别解释这些了。行，那我就先收着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？不想上班了。为啥？那么好的工作。我有更大的事业。就是你，幸运的女孩，一天一个微笑给我，交出爱，让我们调个色彩，打扮青春缤纷的年代。Honey, you know I love you， 给我你的星座，一起改变古老的天空。Honey, tell me you love me， 不要泄露秘密，我的心是你的乐器。带着你的爱情，带着永恒的幸运，慢慢靠近我的心。明天夜空会有传奇，那是我们的星座，永远亮着我和你。今天这顿饭，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其实啊，你认真学是吧？在鼎庆楼当个大厨还是有可能的。你有这天赋。我咋就当大厨了？我这不要考律师了吗，爸？那不是还没考下来呢吗？我没考下来，但我考得非常好，堪称完美，无懈可击。哎，你干嘛？从小到大你可以说我不靠谱，但考试这件事啊。那谁敢说我不行啊？那倒是。不过这离成绩下来还有几个月呢，啊，厂子里又不招你回去上班，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啥呀？哎呀，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呢，我觉得我呀，还是非常适合做案头工作的。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。啊？我连笔名都想好了，就叫《古龙剧》。哎，等我的书一出版，就叫《古龙巨著》。我有高中同学在出版社，哎，他说我的天赋很好，我也能写，然后呢，以我这本事呢，1个月就能写出一本来。
这一本呢就5000块钱。那你想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，那比厂子里边牛多了。这个我不反对。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，省得这出去惹是生非，啊。可是咱说好了啊，写就安安静静的写，不许出门。写成了就成了啊，写不成呢也没啥。厂子里要是找你回去上班，你随时就得回去，啊。是这样吧？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武侠小说的来源。50年代的澳门呐，他们组织了一场拳师比武大赛。哎呦，那场比赛简直就没法看了，抡的全都是王八拳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无招无式。但就这次比赛，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来灵感了，他叫梁羽生，就写了一本小说，叫《龙虎斗精华》，一下火了。这个梁羽生还有个哥们儿叫查良镛，查良镛一看梁羽生火了，那他不干了，他也要火，他就写了一个《书剑恩仇录》。最后呢，把这个查良镛最后的一个镛字拆开，变成了自己的笔名，他就叫金庸。不正经也无妨，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。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，别碰，那是他独家珍藏。停了！他非要站在浪潮上，老婆笑里的天才，有好多梦想。走街串巷，捧着东北的粤语腔，那段背起行囊的路途就不漫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只要念念不忘，总有回响。有你在我也不算流浪。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，不是高楼林立，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。老磁带里播着崔健，一口酒配1碗面，日子一天一个样，背影模糊澡堂的烟。不信星座也不信命，他说天才不写简历，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。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，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。人生啊，我们谁都不擅长，偏要折腾个模样。磨破了手掌，握住了梦想，跌跌撞撞也活得滚烫。